地方频道，我是 AI 小助理艾达。本次节目由我来为大家介绍。原本以为这会是一趟安静、单纯的旅程，但没想到带来的不只是行李，还有一点点幻想。有时候是拍不到的画面，有时候是太壮观，忍不住想象背后的故事。所以特别请了2位伙伴。今日的旅程将前往阿苏火山。日本哥吉拉大电影《3大怪兽：地球最大决战》于1964年时将阿苏火山放入影片中。怪鸟拉顿正是自阿苏火山中苏醒，甚至在2019年传奇影业的《怪兽宇宙》第3部作品中，拉顿苏醒于墨西哥马拉岛火山，在滚滚火焰中腾空而起的画面，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火山是怪兽之巢的第一印象。1964年电影中，摩斯拉说服了哥吉拉和拉顿一同对抗来自金星的王者基多拉，哥吉拉成为了地球守护者。这次摩斯拉也跟哥吉拉谈好了，今天他不破坏，大家来猜猜哥吉拉躲在哪里。哥吉拉躲猫猫正式展开。熊本熊身为熊本县营业部长兼幸福部长，负责在各地出席各项宣传活动，这里是他的地盘，跟着我们一起调查阿苏火山。哥吉拉，麻烦你温柔一点。踏上九州，一段与自然共鸣的旅程悄然展开。从南阿苏村出发，一路穿越群山与清澈涌水，这里不只是旅游地图上的一点，更是心灵深处向往的绿洲。在日本九州中央，有一片被神明眷顾的大地——阿苏。这里不只是火山与草原的家园，更是传说诞生的舞台。从南阿苏村出发，一场横跨现实与神话的旅程就此展开。传说中，高天原的神明曾在高游原台地降临，从天界俯视人间，选中这片被山岳与云海守护的净土，创造了阿苏的天地。南阿苏村被视为这片圣地的心脏，清澈涌水被誉为神明的眼泪，流过村庄，灌溉万物，也洗涤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。前往火山的路上，我们走的是325号公路，一条从南阿苏川进山腹的公路，风景越来越开阔。车子两旁是大片的农田与放牧的牛只低头吃草，这不是风景明信片，而是南阿苏每天的日常。这里的气候、地热与清澈涌水，让阿苏成为九州最重要的农业地区之一。白萝卜、番茄、甜玉米、米、野菜，还有红牛肉与牛乳制品，每一样都来自这片曾经火热，如今滋养生命的土地。这是一座被高原与森林拥抱的村落，以纯净水源与疗愈风景著称。沿途景色如画，乡间小路旁是起伏的稻田与悠然吃草的羊群，空气中飘着青草的香味。啊，哥吉拉不知道有没有跟上来，大家来猜猜哥吉拉躲哪里？哥吉拉先生，麻烦您再更温柔一点。登上叶峰山，登高远望整个阿苏谷地，尽收眼底。
清晨时分，更可能邂逅云海翻涌，山峰如岛屿般浮现天际，静谧而神圣。当你一步步登上叶峰山，仿佛也走在神曾踏过的山径。山顶常见云雾缭绕，有如天上之门缓缓开启。有人说，在极静的黎明时分，能隐约听见山神低语，那是守护此地万年的灵魂在述说古老的故事。那是什么声音？站在南阿苏全景路线展望台，远眺南阿苏村的全貌，云海在天际间流转，风声在耳边回荡。有一瞬间，我真的以为自己站在神明的领域之中。在九州的中央，大地隆起成山，绵延成环，而在这其中，一座人在吐息的火山，日夜不眠。阿苏，我站在火山环带的边缘，看着远方升起的白烟，这是大地的呼吸，是千年火神留下的气息，也是人类与自然共存的证明。因为正是这份地热，孕育出九州的宝藏——温泉。山的深处，岩层下的水流经热能洗礼，变得温暖且富含矿物，一涌而出，化作千年以来人们最珍视的恩赐。但风景再壮丽，身体还是会累，所以我决定前往一个据说能洗去神气的地方——垂玉温泉。静静隐藏在树影与溪水之间，温泉水从岩缝中涓涓流出，没有雕饰，没有喧闹，只有山林、泉水与蒸汽。进入那一池来自火山深处的温柔，在这座神山的怀抱里，藏着一口安静的泉，不夸张，不张扬，只有热气、石头与山林。水来自深层的热，泉质透明为干，泡下去那一刻，我仿佛也从天上回到了地面。水不烫，却带着恰到好处的热度，像是山神轻轻拍了拍你，说：“旅人辛苦了。”这就是阿苏火山给我的感觉，它不只是壮丽，而是温暖。阿苏之名源自神武天皇时代的键盘龙命，他是天照大神的后裔，被赐予开拓九州之责。键盘龙命手持神杖，踏遍火山群，与火神和解，引水成川，为民开垦肥沃的大地。他的神迹仍留存在阿苏神社与火山环带之中，成为人们传颂至今的传奇。键盘龙命奉天照大神之命，来到这片尚未开垦的荒野，他要在这里建起一座能庇护百姓的圣地。但他的妻子阿苏都基命当时已经身怀6甲，行动不便。为了让他能安全居住，键盘龙命决定在一夜之间筑起一座坚实的山。他挥动神杖，召唤山石与风云，将土地从四方聚拢，在黑夜中不眠不休地堆起山形。第二天天亮之前，这座山便诞生了。人们称它为夜峰山，意思是在夜里诞生的山峰。如今站在山顶回望，能望见阿苏五岳轮廓如屏，南乡谷如画，仿佛当年的神明仍在远方守望这片土地，而我们只是走在他们脚印上的旅人。被电到了吗？不远处就是壮观的阿苏火山。作为世界最大规模的破火山口之一，阿苏火山展现大地最原始的力量。可亲近的火山口，时而喷烟，时而静谧，令人敬畏而着迷。这里
是自然与时间交织的奇迹。而远方，阿苏中岳火山如沉睡的神兽伏卧大地，其巨大火口曾是火之神火之家具土命受封之地，是神明与自然力量交汇的核心。站在火山口边缘，你能感受到大地深处的心跳，那是神话仍在继续的证明。相传，日本神话中的太阳女神、天照大神，曾从高天原俯视人间，选定九州高原作为神界之门。而高游原台地，正是他派遣孙神重重处尊降临凡间的圣地。这片大地因此被视为天孙降临之地，人与神的连结从此开始。再往东行，地平线迎面而来的是九州的心脏阿苏火山。这座仍在喷烟的活火山，被视为火之神与大地神争斗与和解的产物。传说中，火神火之家具土命，诞生时灼伤了母神，被父神斩杀后，身体化为八柱神明，散布山川水火之中。有人说，这座阿苏火山就是火神的碎片之一，尚未冷却的神明之骸，所以这里才会不时喷烟，风声如呐喊，岩壁裂痕如伤痕，宛如那场天界之乱还在地表缓缓低语。站在山顶边缘，看着这片被烧裂的大地，一半敬畏，一半茫然。でしょ。あれ何これ。くまモン大丈夫ですか。ダメダメ。200度以上のマグマダメダメ。わーおわーおわー本当？何？やばい。くまモンは本当に気持ちいい。沿火山外围行进，来到绿意盎然的高原草原，草千里之滨。广阔无垠的草原随风摇曳，牛马悠游其间，犹如进入动画中的童话世界。天气晴朗时，蓝天白云与翠绿草原交织成最梦幻的风景画。当火山神的怒气沉静，神明留下的是恩惠与宁静。在草千里之滨，一望无际的绿草原传说是天马曾奔驰的乐园。春夏之交，草浪翻涌，仿佛神兽人在奔跑，护佑着这片大地。
泡より冷たい。手も足も耳も感覚ゼロ。くまモン、代わりに草千里で遊んでて。僕、先に室内に避難します。くまモン、大丈夫ですか？進撃のくまモン。くまモン飛び込み大挑戦。日本の職人魂、脂肪の厚さで寒さなんてえっちゃ。頑張れ。非常に危険です。熊本熊，辛苦了。米种，这座小巧却完美对称的火山锥，形状如硕大米堆般圆润可爱，是阿苏最具象征性的地标之一。站在米种前，仿佛能感受到古老火山的脉动，静静述说着九州千万年的故事。米种是神明遗落在尘世的宝物，这座完美圆锥形小火山被视为道神所赐之米囊，象征五谷丰收与永续生命。古人相信，夜晚时分若静静守望米种，能看见星辰自其顶端升起，那是神与人对话的时刻。站上神秘而对称的米种，据说是键盘龙命徽杖堆起的稻米之山，象征丰收与生命的延续。每当星光洒落其顶，仿佛能听见大地低语，那是神明在对你倾诉，你已走进了我们的世界。好棒哦！今天有一对新人在此拍婚纱。残念。ヨネツカには立ち入り禁止。違反すると罰金50万円。くまモン、代わりに調査よろしく。想象成甜点，那它的远房亲戚就是在伊豆半岛的大势山，那里的小火山丘同样圆圆的，一整座覆满绿意，看起来像刚从冰箱里拿出的布丁，带着晨露的清凉。只不过米种是午后的抹茶布丁，而大势山更像黑糖布蕾，温润松软，适合在阳光里慢慢享用。
米种对面便是楚岛月及往生月，山风徐徐。相传阿苏的开拓神剑盘龙命常在这里练剑，将神弓射向数公里外的地石。回收箭矢的是他的家臣鬼巴，他奔驰如风，从不失手。直到某天，鬼巴偷懒，他没捡剑，只用脚把剑踢回来。剑盘龙命大怒，从山顶一路追他，经过庚子月、高千岁，最后将他斩首。鬼巴死前留下怨言：我要让阿苏降霜，让你后悔。从此，阿苏谷的常遭霜害。为了抚慰他的怨灵，剑盘龙命建起双宫神社，举行火焚神事，用火光温暖这段破裂的关系。直到今天，阿苏人依然年年举火，对着山说话，对着火倾诉，把神与人的恩怨留在风里，也留在土地上。这不只是一次旅游，这是一场与神明并肩，走过天地创世痕迹的朝圣之旅。当你亲眼见到阿苏的云海与火山，你将不再只是旅人，而是神话的见证者。旅程即将尾声了，后面还有彩蛋哦，请看到最后。猜猜看，哥吉拉躲哪里呢？猜猜看，哥吉拉躲哪里呢？哥吉拉是熊本熊伪装的，您猜对了吗？